啊，这样死了！这是哪里？我不是在钓鱼的时候被毒蛇咬死了吗？孙总，你不要再无理取闹了，好不好？我跟你说了，那天晚上是酒店停了电，师妹只是狡猾才坐到我身上，我们清清白白，你不要这么小气行吗？我小气啊？半个小时你要是交不出来，就别干了。哎呀，什么破班啊！不如让我死了算了。完了，这样死了，我竟然穿书了，还穿成了同名同姓的炮灰女配。书中原主是一个顶级恋爱脑富家小姐，为了个软饭硬吃的男主倾尽家财，最后落得个家破人亡的下场。现在真是什么人都能当男主了。我都跟你解释了，你还要怎么样？死渣男，下头男，跟你师妹好好过去吧。什么烂锅配什么烂盖，你个蠢猪配绿茶，你俩顶配超配天仙配。我祝你俩早生贵子，白头偕老，一胎八宝。你怎么如此粗鄙不堪？这么多年，你果然是在伪装，你就是想骗我感情，对不对？哼，萧云，我告诉你，别惹我，否则我让你身败名裂。一个凤凰男，竟然能把一群富家小姐迷得团团转。既然本小姐来了，绝不会再被他骗。哼！诺诺，你别走！滚开！不就是点树叶吗？叫这么大声，娇气软饭男。原来大小姐竟然和我一样，也有钓鱼的爱好。达一瓦的鱼竿，这可是顶级钓具，这书穿的可真值。哼，臭人类，竟然拿我去砸渣男，看我吓死你！谁在说话？人？你竟然能听到我说话？你会说人话？人，是你能听懂蛇话了。哎呀，好疼，好像不是做梦啊。不过我都能穿书，能听懂动物说话也没什么稀奇的。所以刚刚那个软饭男大叫是因为你啊？对啊，我把他给吓了个半死。记你一大功，你真是一条善良可爱的小蛇。哼，算你识货。既然你这么欣赏我，那我给你个惊喜哦。好不容易遇到一条听得懂人话的动物，怎么就跳河自尽了？上鱼了。什么鬼？好臭！惊不惊喜？意不意外？刺不刺激？我居然掉上个行李箱，钓鱼佬最害怕的惊喜盲盒，不会像柯南那样，这走到哪儿就是凶案现场的体质吧？喂，110吗？我要报警。这周围没有人，如果把他推进水里，孙暖，是你要跟我分手，还有我身败名裂的，那就别怪我心狠。我靠，这箱子还是防水的。他咋了？
这是睡着了吗？他刚刚啊要把你推下水，要是看到尸体吓晕了。渣男，还敢害本小姐！我是刑警副队长陈国栋，请问是报警人孙暖吧？是我。这就是尸体，看这鼻青脸肿的，死前被打的，挺够惨的。那个他是路人，他这个伤是……哦，看到尸体被吓得摔的。哦，哦，那个我掉的东西在那边。是人民吗？确实是。你这小姑娘还真是眼尖。是我聪明了。有蛇！这是我养的宠物。哼，我才不是宠物呢。看来只有我能听到小蛇说话。也不知道凶手是谁。要是能找到作案工具就好了。可惜这山这么大，湖水也深，凶手如果把凶器随便一埋，或者扔到别的湖里，恐怕就要费大功夫了。是啊，太难了。然，你想帮他们？我知道凶器在哪里。你知道？对啊，我可是亲眼看见凶手把箱子扔下去，处理了凶器的。在哪里？就在你刚刚坐的地方，左侧水面下有个洞，洞里啊藏了作案工具，有怪味儿，鱼很爱去。可是我要怎么告诉警察们呢？总不能说是蛇说的吧？在那里，我刚刚钓鱼的时候，那边吹来的风有怪味。真的假的？陈诚，你还真的信啊？这小丫头是看多了刑侦电视剧，以为谁都可以破案。我说的是真的。小姑娘，你刚才闻到的味道，应该是行李箱里传出来的。你想想，哪个凶手会把凶器就放在抛尸地点的旁边？确实，这么大的荒山和湖泊不扔，就扔在旁边，这不符合逻辑。但是，就在那里，我之前去捉鱼吃，还去看过呢。然，你不相信蛇吗？我鼻子很灵的，我确认那里有问题。哎呀，陈队长，只是去看一眼，如果没有的话，也只是耽误一点时间。但如果真的有呢？去搜。陈队，我们还要搜查很多地方呢，这里都被挖了半小时了，不能被一个小姑娘带偏了节奏，是不是？我找到了，作案凶器在这儿。小姑娘，你立大功了！没想到凶手这么简单直接，刚才是我武断了。你的功劳最大。那是。那我能走了吗？可以。你给我留个联系方式，后续有需要会再联系你。好。哎，你交朋友呢？他才不是我朋友。感情纠纷吧？哎，那小姑娘呢？已经走了。这次多亏了她发现了作案工具，等我回下，应该能根据上面的指纹，很快匹配上犯罪嫌疑人。到那时候啊，那小姑娘就是头功。不会是凶手吧？谁？我看见你了。然，我在下面。是你啊！我不是把你放下了吗？你跟着我干什么？然，我跟你回家呀。你跟我回家？我连自己都养不起，怎么可能？不
不对啊，我现在可不是上辈子那个苦逼月光族了，我穿成富家大小姐了呀！走，跟着本小姐，带你在人类世界吃香的喝辣的。这就是我的豪宅。江奶奶，爱马仕，这都是我的。好好的身材，好美的脸，这才是我该有的人生呀！我这哪里是穿书啊，我完全是掉进幸福窝了。原来你家这么富裕啊！从此以后，这也是你家，我们是一伙的。然，那你给我取个名字吧，我们这种组合就叫生人一窝。不如你就叫赤随，你的眼睛是赤红色的，首先代表你自己，然后才是跟我姓随。赤随随暖，别人一听就知道我们是一伙的。好，然你好，我是赤随。蛇，你好，我是随暖。哼。喂，谁啊？我是你哥。骗子！我一个孤儿哪来的哥哥？好啊，有了那个小白脸，连家人都不要了是吧？差点忘了，我穿书了。我记得原书中原主家人不准他和渣男在一起，可他恋爱脑上头，直接离家出走了。爸妈那么担心你，可你却这么好心。既然你不认我们这些家人，那就别花家里的钱了。从今天起，你的卡被停了。不要啊！我的大小姐生活还没过够呢。阿暖，你要去哪儿啊？当然是乖乖回家认错了。书里面，原主被渣男抛弃后自杀，原主大哥为了给原主报仇，最后落了个家破人亡的下场。既然我穿过来了，绝对不能这么糊涂。孙楠真狠心啊，下手这么重，还停了我的信用卡，把我拉黑了。看来是铁了心的要跟我分手。不行，今天必须跟他要到赔偿。请问随暖是住这里吗？警察找随暖干什么？难道昨天的凶杀案和他有关？哼，真是老天都帮我。赤随，带你去我家看看。这男怎么又来了？都怪他，害我被大哥停了信用卡。躲好，不然一会儿我失了理智，又难打人。阿暖，我可以帮你咬人。还不至于。你来这儿干什么？你闹够了没有？赶紧把我从黑名单里拉出来，否则我要是真生气了，你就算跪下来求我，都不会原谅你。你也配说原谅？你花着我的钱，穿着我送的衣服，用着我送的东西，你到底在高傲什么？你知道自己的身份吗？一个被我包养的小白脸而已。昨天荒郊野岭的，我若是他打我也没证据，今天我就把这个蠢女人激怒，再把他打我的视频录下来，就可以跟他要赔偿了。什么小白脸？明明是你喜欢我，纠缠我，心甘情愿的给我当舔狗。胡说八道，王八蛋！打呀！你只要敢打我，50万赔偿就跑不了了。阿暖，他胸口那里有摄像头。确定吗？我们蛇对红外线敏感，我确定他有摄像头。好啊，
死渣男，你竟然真的在录视频，你是想坑我给你赔偿金是吧？好手段！你干什么？蛇？你咬蛇了？还附在身上？阿暖，我能咬它吗？它好讨厌，它身上有我不喜欢的味道。不行哦，我们可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。不行，今天必须拿到赔偿。如果我把孙暖名声搞臭，他们家为了压下这件事儿，也会给我赔钱。孙暖，你生气可以，但怎么能打人呢？发生什么了？这是？怎么了这是？暖暖，我一直以为我们是男女朋友，所以你平时打我也都忍了。可你说分手就分手，难道像你这样的富家小姐，就在玩弄我的感情？啊！原来在你心里，根本就瞧不上我们这种普通人。原来是有钱人在戏弄别人的真心啊！看把人家打的。难道他们有钱人打人都不犯法的吗？太过分了！有钱人就可以不把我们这些普通人放在眼里？就是啊。哎，看来萧大才子是分不清什么是包养，什么是谈恋爱。那本姑娘今天心情好，就给你好好解释解释。谈恋爱呢，是双方付出，你的衣服、鞋子、吃喝住行，就连你刷的卡都是我的副卡。而萧大才子给我送过什么呢？早安、晚安，多喝热水。你觉得你是小白脸，还是在跟我谈恋爱呢？你这说的有那么点道理啊！看来有反转。难道我们误会了？萧大才子，你连给人当小白脸的自觉都没有，还在外面跟别的姑娘勾勾搭搭。我和我师妹，我知道，你师妹坐在你怀里是意外，你为坐在你怀里的师妹吃水果也是意外，就连你们光溜溜躺在一张床上也是意外。行了吧？我包养小白脸是为了给我提供情绪价值，而你不仅不干净，还不能提供价值，我留你有什么用呢？还是原来是包养啊！哎，就是包养就是啊，包养啊，这就是个吃软饭的。哎呀，这男的忒不要脸了，软饭硬吃啊，差点带歪我们，误伤了这美女富婆。哎，富婆姐姐，我186，端茶倒水，情绪价值样样行，还很听话。你来包养我呗。妈妈，你怎么可以污蔑我呢？我污蔑你？我包养你期间啊，所有的消费记录都在我这儿，你再纠缠我，我就公布出来。不行，现在大家都被他说服了，我必须想个办法，让你身败名裂。暖暖，明明就是你的问题，要干嘛呀？你为什么颠倒黑白污蔑给我？你平时对我动辄打骂，我身上的伤就是你打的。你有证据吗？没证据就别乱说话。那荒山的湖边可没摄像头。我都看到警察来抓你了，肯定是你做了什么坏事。肯定是你做了什么坏事。什么？警察在抓他？难道这大小姐犯了什么法？那这两人到底谁对谁错呀？这还真说不准。像他这样的富家子弟，就喜欢坏事做尽，然后拿钱砸人呢。就是，只要警察来了把他抓走，大家肯定会信我说的。警察来找我就是来抓我，你这什么逻辑？不是来抓你，难道是来夸你吗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昨天在湖边，我看到你行李箱里有一具尸体。哎呀，尸体？难道是你在杀人抛尸？怪不得要把我打晕了。你胡说什么？不是这样，还能是怎么？邻居们，你们要小心了！你们小区住的杀人犯，这事要传出去了，你们的房价估计要跌了。哎呀，我们怎么就这么倒霉，跟你做了邻居？就是，这咋办啊？这女的看着就面凶，还养蛇，这普通人谁养蛇呢？指不定啊，这是穷凶极恶的坏女人。我没有。你平时对我动手，我只当你心情不好，但现在看来，你是有暴力倾向的。你闭嘴！邻居们，快把他抓起来，交给警察！啊，对，把他抓起来！你放开我，我没有犯法。萧云，放开赤随，放开这条蛇！孙暖，我被捏住七寸了，快救我！昨天你就拿他来吓唬我，刚刚还打算让他咬我，我现在就把他摔死，看你还怎么羞辱我！救命啊！救命！快救我！不要！住手！
敢动我的小蛇，你找死！这小姑娘和男朋友还没和好吗？我的尾巴骨！警察同志，你们都看到了，村长人行凶，你们要抓他！好歹是女朋友，你就这样说话的？是钱金主。小雨，你敲诈我不成就伤害我的小蛇。警察同志，我是为了自保。就是，死渣男欺负蛇。竟然是这样！动物也是受国家保护的，你先攻击别人宠物，按理是要承担责任的。我是因为他是杀人犯，我打不过他，所以才有那个蛇来制住他的。警察同志，他是杀人犯，你们快把他抓走啊！对，省得我们跟他住同一小区，担惊受怕的。警察同志，你们快动手呀！对啊，都说了我没有。警察同志，我亲眼看见的，他在湖边那个行李箱里装着尸体，快抓他！你瞎说什么呢？我们是来给他送锦旗的。锦旗？你是不是搞错了，警察同志？你再造谣生事，我就抓你了啊！他刚帮我们破获了一件大案，是大工程。你们找随暖干什么？他犯了什么事儿吗？不是，他帮了我们大忙，我们是来送锦旗的。哦，他家就在那边。不是啊？他不是杀人犯，是大英雄啊！哎呦喂，我真是老糊涂了，刚才瞎起哄说小姑娘坏话来着。哎，都是这小子使坏！对，揍他！就这小子，揍他！你别跑你！下次再敢惹我，饶不了你。啊，美女，真是对不起啊，都是误会，那我们走了啊。不好意思啊。小姑娘，你胆大心细，又对刑事案件特别敏感，要不要来我们这儿做个编外顾问啊？不了，我对破案没兴趣。好，什么时候改变主意，随时跟我说。这是你的锦旗，拿好。谢谢陈警官。那没什么事儿，我们先走了。去吧。大哥，哥哥，亲爱的哥哥，根本就不知道原主怎么跟哥哥相处嘛。你发什么神经啊？哦，我知道了，难道你才是真正的蛇精病？你懂什么？哥哥，我在。回来了怎么不进去啊？走吧。好。这是原主的爸妈。前世我是个孤儿，还从来没体会过家的感觉。哎呀，暖暖，来吃点这个松鼠桂鱼，你的最爱，我专门请教国宴大厨学的，你尝尝好不好吃？快尝尝。离家出走这么多天，都瘦了，好吃吗？谢谢妈妈。那个，其实我已经跟渣男分手了。行，你的卡恢复了。这么容易？好歹也挣扎一下吧。之前不是还要死要活，现在就分了？哎，你可不能为了讨好我跟你妈，逼着你妹妹撒谎啊！我冤枉啊我！你什么你啊？你看你把你妹妹逼成什么样了？爸妈，我真分手了。行啊！我和你妈真信了，快吃饭吧。好好的听你妹妹的卡干什么？她不就是眼瞎了一下，和渣男谈了个恋爱吗？把她给饿坏了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这还不是为了你们好？
知道为什么看着他们，我总感觉好亲切。早知道暖暖回来啊，我就不订去欧洲旅行团的票了。是啊，出去欧洲旅行吗？我记得原著中，原主爸妈就是在这次旅行中飞机出事故去世了。爸妈，你们别去。怎么了？我要是说实话，他们肯定以为我是蛇精病。我好不容易回家，打算在家多待几天，你们就不能多陪陪我吗？非要去那什么旅行团？随暖，不许任性啊！你离家出走这么久，爸妈是因为太伤心了才报的旅行团。重要的是钱都交了，好几十万呢。哎，要么你跟我们一块儿去，让你哥也去，我们一家4口啊，整整齐齐，好吗？这是要团灭吗？哎，我们家又不差那几十万，我不管。如果你们非要去旅游，我就吊死在你们面前！哎，好，我们不去了，不去了啊！对，暖暖，我们不去了，我们留在家里陪你，好吧？我这就撤销行程，你把绳子放下。不对，你才是绳子，我是蛇。你拿的什么？蛇！哎呦，阿暖，你怎么拿我上吊啊？爸妈，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宠物赤髓，它很乖的，也没有毒，不会咬人。它是我最好的钓鱼搭档。你该不会是和渣男吵架了，故意养条蛇报复社会吧？哥，哎呀，好了，暖暖喜欢就好。哎呦，我看那条小蛇，它其实也挺可爱的。嘿嘿，还是妈妈有眼光。大家坐吧，继续吃。哎，暖暖，爸爸刚得了几套好渔具，过2天你陪爸妈出去钓鱼去吧。那就后天去。好。那天是飞机出事的事情，我一定要黏着爸妈。老婆，我怎么觉得暖暖这次回来有点过于黏着咱们2个了？可能是他大哥停他的卡，孩子在外面吃苦了。这个臭小子，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他。好了，那个会出事的飞机将会在2个小时后起飞，爸妈肯定来不及赶去机场。哎，听说了吗？前几天啊，隔壁山有个倒霉蛋钓鱼，钓出来具尸体啊，就装在一个紫色行李箱里。那案子太吓人了。我听一个钓友说，那箱子里面是个孕妇，孩子都快成型出生了，结果1尸2命。孕妇？上次听说案子破了，也没细问，没想到居然是孕妇。那可不，杀害那女人的凶手，你们知道是谁吗？哎，不会是她丈夫吧？嗨，小看这个案子的离奇性了吧？杀害孕妇的是她老公的爱慕者的爱慕者，那个恋爱脑啊，想着杀了孕妇，他喜欢的人就能得偿所愿了。哎呀，老公啊，我们今天不会也钓到尸体吧？嗨，放心，这么大的凶杀案哪能接连发生啊？我们又不可能跟那个倒霉蛋一样碰到这种晦气的事儿。哎呀，安心钓鱼吧。就是，我又不可能真的是死神小学生一样的体质。阿暖，有怪物。在哪里？就在距离这里100米的地方。
那个爸妈，我去打个电话。去吧。哎，小心点啊！我还就不信了，我还能真的走到哪儿就是案发现场吗？是人。光天化日，深山草丛，不会有野鸳鸯吧？这个味道就是从那里传出来的。不会吧，真的有来？什么人？哎呀，这地方人迹罕至，怎么可能有人？你别疑神疑鬼了，我们赶紧把行李箱扔了吧。你们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。阿暖，你要去解决他们吗？我说什么？我只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，遇到这种事儿当然是报警。随暖，嘘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你不准走！我委屈苦锻炼，好不容易才找好，你得赔我医药费。那是你咎由自取，凭什么要我赔偿？就凭我们是男女朋友。你前面的女人站住！让那个女人站住！你男朋友在我手里，你刚才都看什么了？没有，我什么都没看到，我就一路过的。什么都没看到，你跑什么？孙子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招惹仇敌也别来笑我呀！蠢货！闭嘴！别打！我说什么了我？怎么倒霉的又是我呀？哎，老婆，我说什么来着？藕断丝连吧。哎呀，暖暖怎么就识人不清呢？还以为他真过来跟我们钓鱼，没想到是来跟这小王八蛋私会的。哎，他们在干什么呀？为什么绑架萧云啊？你给我过来，听到了没？孙总，你快点来救我！关键是怎么看上这么没有担当的男人？肯定会下去救他的。哎呀，被那两个人抓了可怎么办啊？你快去救救暖暖！再不过来，我就弄死他！好啊，那你杀吧。你不过来，我就杀了他！好啊，那你杀吧。就是，把这个渣男杀了吧！暖暖竟然真的恋爱脑觉醒了！你们有仇报仇，有冤报冤，我跟他没关系啊！你别嘴硬了，我就不信你不心疼！看着就疼。但是，我真不心疼啊！这玩意儿！什么人打我？打我女儿！打死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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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暖暖，妈妈也抓到坏人了。有爸妈在，我都没有用武之地了。你妈更厉害，你看都。是血腥味。暖暖，妈，报警！这里距离上次发现尸体的地方不远，不出意外，出警的应该还是陈队长。小姑娘，还真是你！我就说这报警电话怎么看着眼熟呢？那个，我在这里抓到了2位疑似杀人抛尸的嫌疑犯，行李箱和人已经被我们当场扣下，但是箱子我没打开看，就是那个，里面能闻到浓重的血腥味。什么？还有案子啊！人家就丢个行李箱，你还真当里面是尸体啊？隔壁山才发生过凶杀案，哪可能这么快就有？而且距离还这么近了啊！你是觉得好玩，想当那个倒霉蛋吧？有没有可能我就是那个倒霉蛋？不说。有没有尸体，我说了不算，得陈队长查了才知道。所有人往后退，我们准备开箱。哎呀，我知道你们小姑娘就喜欢稀罕事儿，
但是随便报警，那叫占用警力资源。你说那血腥味啊，嗨，肯定就是哪个动物死了没处理。我去，我就说嘛，蛇才不会出错。杀人抛尸又是大案，还当场抓到了嫌疑人。孙暖同志，你又立了大功。不敢，我也不想的好吧？谁要我当柯南啊？走哪儿死哪儿。又立功了，什么意思啊？该不会隔壁山那个倒霉蛋就是暖暖吧？小姑娘，原来你就是那个倒霉蛋啊！你才是倒霉蛋！这个……哎，这与我无关，凶手捅的。那上次就真是你打的了。那个是意外，我会受到处罚吗？走吧，等他醒了，我们会送他回去。谢谢陈警官。我怎么感觉暖暖好像不一样了？难道我们的女儿回来了？走吧。去，暖暖。我们回来了。回来了。爸妈，你们这是怎么了？是因为没去成那个欧洲游吧？暖暖，你太任性了，就为了陪你钓鱼，不让爸妈出去旅游，什么样了？大哥，你应该庆幸我任性。为什么呀？喏，今天飞往欧洲的飞机突遇强 A 雨天气，已经坠毁，无一人生还。暖暖，你忽然任性，是提前知道这个？暖暖，你怎么会未卜先知啊？阿暖，你怎么知道飞机要出事啊？我是做梦梦见的，所以心里不安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嘛。不过现在好了，爸妈没事就好了。有点渴，我去喝水。爸妈，我怎么觉得暖暖她不一样了？那当然了，暖暖之前很聪明的，后来突然性格大变，成了恋爱脑。但现在他丝毫不眷恋渣男啊，一脚踹开啊！一定是我的女儿回来了。对，我亲眼看见暖暖对渣男死活不闻不问的，肯定是我女儿回来了。爸妈，先别冲动，妹妹回来这件事儿还不能确定，这事儿得从长计议，别把她吓着了啊！2年前暖暖性格忽然变了，我们没忍住询问后，她就和我们离了心。我们这么多年也只能远远守住她的身体。如今啊，暖暖总算回家了。要是能再试探一下就好了。过几天不是宋老爷子的生日宴吗？我带妹妹一起去，看看她的反应啊，怎么样？有事？他们不会发现我不是他们亲女儿了吧？暖暖啊，过几天就是咱们家那个世交宋老爷子的生日宴了，你也好久没见他了，要不要过去玩玩？好。我才刚体会到有家的感觉，如果发现了，会把我赶走的吧。
谢谢。你听说了没？牛头山最近又发现了一起凶杀案。啊，那是今年的第2起了吧？哎，对，那是怎么回事啊？那个凶手是兄弟2个人，弟媳发现大哥在外面包养了小3、小4、小5，想要告诉大嫂，结果被这个弟弟告诉了哥哥。那哥哥情急之下失手杀人，当弟弟的就帮着一起埋呗。哎，原来是这样，怪不得要2个人抛尸，真是造孽啊！哎，谁说不是呢？不过最倒霉的是那个报警的，那个倒霉蛋儿一周碰见了2起凶杀案。报警的是1个人，那真够倒霉的啊！哥，要不我们去别处聊聊吧？孙暖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安文说来了，暖暖会针对他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不知道吗？这宴会表面上是宋老爷子的生日宴，实则是给我们年轻一代举办的相亲大会。哥，你怎么不早说？哦，那都是老牌世家的把戏。我们隋家是新崛起的商业新贵，不需要通过联姻巩固家族根基。哼。安小姐也在。你们认识啊？认识。你跟他什么关系？猪猪，她是我女朋友。哦不，前女友。1个月前，她突然就和我分了手，现在我才知道她是有了新欢，所以才甩了我。叔叔，原文中的安文书，那不就是这个渣男主的后宫之一？听萧云这话，他们俩现在应该还在暧昧期。萧云，你脸皮越来越厚了，张口就能撒谎，能耐啊！我劝你啊，擦亮眼睛，远离渣男。暖暖不仅没有针对安文书，还提醒了他。我的妹妹真的回来了。我哪里说错了？你就是喜欢小白脸。大伙过来看啊！这里有人薄情寡义，有了新欢忘旧爱。哥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儿，我只是在想，我是应该感谢他，夸我长得好看，还是应该教训教训他那张没把门的臭嘴？你别闹了。啊！你们看到了吧？当着大家的面，他们还在打情骂俏。孙暖，你就是个水性杨花的人。想不到漂漂亮亮一大美女，竟然是这样的人。人美心脏，这世界可不就这样吗？唉，可惜了这副皮相，仗着有几分姿色就肆意妄为，太恶心了。孙暖，你平日里装的清高，就真以为自己清新脱俗了？哎呀，现在大家都知道你朝三暮四、不检点的事实了。我看你以后在这个圈子里怎么混。我朝三暮四啊？你跟你师妹互为东西、卿卿我我的事儿怎么不说啊？花我的钱装大款泡妞的事儿怎么也不说？还有这事儿？骂早了？孙暖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明明是你和这个小白脸出轨在先，我们分手之后，我师妹才给我表白的，你竟然污蔑我！安小姐，你还信他的话呢？猪猪，你少在这挑拨离间啊！猪猪，你别听他说的，明明是他出轨，找了别的小白脸。你说谁是小白脸？我是他哥。你说什么？这是我哥，亲的啊！安暖，这人好讨厌，我帮你咬他吧。别脏了你的嘴啊！人家和亲哥在一起，被说成了是出轨。明明是他自己出轨，还倒打你，这男人真恶心。小雨，别再联系我。猪猪，你听我解释，猪猪。
哥，看到没？打蛇打7寸，这样对他才有杀伤力。啊，阿暖，你竟然要打蛇？这是比喻，不是真的要打蛇。哦，师哥小看你了，我的妹妹从小到大的聪明。叔叔，你听我解释。滚开！你再敢纠缠我，信不信我找人打断你的腿？孙暖，都怪你，是你坏我好事。阿暖，有味道。什么？在哪？在楼上。孙暖，你去死吧！孙暖，你去死吧！没事吧？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呀？喂，110吗？我要报警。我，先把我救出来啊！嘿，这里是第一案发现场，不能挪动，你得等警察来勘查取证。孙暖，你故意的吧？你这是公报私仇！我这都是为了破案，我看电视剧里都这么演的。要是因为挪动你破坏现场，毁了证据怎么办？孙暖，我恨你！警察还要多久才来啊？哎，快了，你再等等，警察马上就到。让一让，让一让，警察办案。这又是……这个我也能解释的。那个，你不会不信我的吧？我就说你适合咱们刑侦，你还不信？这不，1个月见几回了？我也没想到，还好不是怀疑我故意针对小雨。现在能给我挪出去了吧？抬人。宁宁，宁宁，你怎么就突然自杀了？虽然爷爷不同意我们在一起，还逼着我来相亲，但我是挺喜欢你的呀。这是宋老爷子孙子的女朋友，听说她好像是普通家庭，门不当户不对的。宋老爷子不同意他们在一起，难道是因为这个自杀的？我真的过来陪你。你爷爷年纪这么大了，如果知道你去了，肯定受不了这个刺激的。娘娘，对不起，我娘你生前都是不孝。你放心，我这辈子保证绝对不会再娶别人，我可以生你一辈子。没想到宋小少爷还挺痴情的，可惜呀，老爷子因为家世悬殊，看不上沈小姐，棒打鸳鸯了。痴情吗？我怎么觉得他哭的有点假？嘿嘿，你没猜错哦。什么？有八卦吗？那个沈小姐不是自杀。刚过来的时候，小鸟告诉我的，是那个男人杀了他女朋友，故意伪装成自杀的。果然是渣男。可是我要怎么告诉陈队长这件事呢？我总不能说小鸟说的吧？陈队长，我有线索报告。什么线索？刚才死者从楼上跳下，砸中了萧雨，
但垫在下面的萧云没事，上面的沈婉宁却死了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这么说，他在跳楼前就已经死了。水暖，你果然对案件反应灵敏，真的不来我们部门吗？不了。我能想到这些，是知道答案后再倒推啊，不然我怎么可能会想到这些？婉宁他人很好的，在学校大家都很喜欢他，怎么可能会有人害他？听到女朋友可能是他杀，你第一反应不问凶手是谁，反而否认他杀的可能性，急于定性为自身，为什么？孙诺，你在这里逞什么呢？真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。你是嘴巴沾了辣椒，欠麻辣吗？什么意思啊？欠骂？不是你口口声声说他是被人害的，那你说凶手是谁？凶手就是他。喂，雨辰，你不是说爷爷不同意我们在一起就会一起去死的吗？你现在是什么意思？宁宁，我回去又想了一下，我们还年轻，不应该这样。我们可以再想想其他办法，对不对？再想想，好不好？肯定还有其他解决办法的。你后悔了吧？爷爷已经跟你挑好了联姻人选，我们注定不能在一起的。雨辰，你不能背叛我！你不能背叛我！你冷静一点，你冷静一点，冷静一点！宁宁，宁宁，你没事吧，宁宁？宁宁，宁宁！为了不被发现我失手杀人，我才把他伪装成自杀。不可能有人看见案发过程的，不可能！陈队在楼上发现了死者的遗书，他在遗书里面交代，的确是要为情自杀。笔迹核实过了吗？核实过了，的确是死者的笔迹。还好，为了自杀提前写了遗书，也算是间接帮了我的忙。真的不是我杀的宁宁啊！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愿意陪着宁宁去死。小姑娘，你怎么能信口胡诌冤枉人呢？孙诺，他女朋友去世了，就算他有错，但也不是他杀的人啊！你怎么能这么恶毒？真是恶心心肠！这是怎么回事？赤水，你是不是听错了？哼，本蛇怎么可能会听错？小鸟就是这么说的。行，就是他杀的。你先给我死活！你说我杀人，就拿证据来。没有证据，你就是污蔑，我可以报警把你抓起来。我有证据，我有证据。水暖，话不能乱说。现在案子还在侦查，你拿不出确切证据，会给自己招惹麻烦的。证据是什么？是谁？证据是什么呀？看到他手腕上那个会转的东西了吗？里面有血腥味。陈队长，他手腕上的表有死者身上的血迹，你们一查便知。不可能！我很谨慎地擦掉了所有血迹，不可能有，他肯定是在诈我。有血迹吗？没有血迹。雪暖，听到了吗？没有血迹。你为了冤枉我，都捏造假证据了，这是犯法的。孙诺，看了几本侦探书，就当自己是福尔摩斯了，脸让你丢大了。这可是宋家，敢污蔑宋家小公子，等着完蛋吧！
血迹可能被抹除，但是只要被血迹沾染过，这支笔就能照成。有血迹！宋雨琛，你真是丧心病狂，连自己女朋友都杀。我也不想他，沈宁宁非要拉着我自杀，我们不想死啊！和他争执的时候，不小心推了他一把，他就磕到头死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宁宁。原来是这样，虽然他不是故意的，但人确实是他杀的。造孽啊！本来好好的一对情侣，怎么居然蒙对了？怎么可能？带走吧。恋爱呢，还真是不得好死。我以后要远离渣男才行。暖暖，以后仇家的宴会你都替哥去参加吧。啊？为什么？宋家孙子意外杀人的事情已经登上热搜了，宋家股票大跌，他之前还想拖着咱们家，想要高价立马签下来。哥，你这是要物尽其用吗？果然是资本家本家，不放过任何一个有价值的动物人。那个刀是怎么回事？不会也跟这个案件有关吧？上面应该有指纹，带回去一并检测。那个水果刀是我的，跟手腕没关系。你来这里削水果？我癖好特殊，不行吗？我是不是在看到有人跳楼前，好像听见他说什么来着？死吧！我差点就完了。爸妈，我回来了。暖暖，孩子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我听说今天宋家有人跳楼，你没事吧？没擦着你吧？啊？你放心吧，妈，我没事儿。看，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短短1个月的时间，都3回了。孩子，你是不是沾染什么晦气了？明天咱们一起去静安寺烧烧香吧。应该说，我就是那最大的晦气。妈，没必要吧？不行，你的小命最重要。静安寺有个大师卜算特别厉害，你必须过去看看。对，哥，没商量，必须去。听话，要去啊。这都什么年代了，应该相信科学才是，谁还求签啊？不对，我好像没资格说这话，毕竟我的存在就不科学。这也太不靠谱了吧！看来应该也算不出我是传书的。这位姑娘，你有问题。我？啊？怎么了？什么问题？有问题？难道他看出我不是这个世界的人了？啊？怎么了？你女儿是有大福之人呐！确定不是大凶之人？小姑娘，我有些话要单独跟你家人聊聊，你先出去吧。我才刚来，怎么就叫我出去？爸妈，我就说这人不靠谱吧。哎呀，暖暖，去，听话，到门口等啊，听话，乖啊。快去吧，去吧，去吧啊！大师啊，
这2年我们经常来拜佛，供奉香火，想找我们的女儿。现在过去这么久，我们什么都承受得住。你有什么话，大师请直言。你们要找的女儿回来了。是我们家暖暖真的回来了吗？妈，你先别激动，听听大师怎么说。好。你们女儿过去变笨，是因为丢了魂，如今她已经找回灵魂。近日来，她是不是变聪明了？妹妹确实跟往常不一样了，不仅不恋爱脑了，对，还聪明了不少。如今她灵魂已然归位，还没稳固。你们先不要告诉她这件事，以免再离魂。多谢大师，多谢大师。都回吧，你女儿有大气运，以后都不用再来算了。多谢大师。暖暖，暖暖，哥，小老道，有什么事是我不能听的？小姑娘，既来之则安之，此心安处是故乡。该不会是密谋把我烧死吧？暖暖，大哥再也不听你的课了，只要你不再和萧云联系。暖暖，跟爸爸妈妈回家。回家了，走吧。总觉得哪里有些怪怪的呢。阿暖，你怎么不跟叔叔阿姨一块回去啊？我一出门就遇命案，跟他们在一起不好。虽然这里是寺庙，应该不会出事的吧？阿暖，快看，就是那只鸟告诉我楼上命案的。Good morning， 我终于找到你了，小蛇。他刚才是不是在说英文？也太洋气了吧！不过他出现在这里，不会是……我刚才看见一个女儿来上香，被人贩子盯上了。现在人贩子正拿着刀抵在她腰上，要把她拐走呢。不要吧，又来！是的，就是他被拐卖的。往哪儿跑？不准走！你要走什么？这群人长这么彪悍，我要打起来不一定是对手，而且他们手里还有人质。我这件衣服可是高定，你们撞了人，把我衣服弄脏了，一句道歉都没有，还想跑？我告诉你，赔钱！什么高定？我看你就是讹人！这可是在顶级秀场才能看到的款式，价值300万。你们要是不赔钱，我就报警。真晦气，每次遇到随暖就没好事，我就不信拜拜佛上上香还转不了运。好啊，他不光欺负我，还仗着有钱有势讹人。随暖，你太过分了！你那么有钱，竟然还为富不仁！对，他就是仗势欺人，什么衣服能值300万？这不明摆着讹我们小老百姓吗？兄弟，你认识他？我不仅认识他，我还是被他玩弄后抛弃的前男友。你盆腔发言的时候能不能过脑子？说我玩弄你，我都嫌恶心。那个人长这么丑，他眼睛是不是坏掉了？阿暖以前眼睛确实瞎了，现在好了。那就好。随暖，你还狡辩！哎，你们看我这伤，就是他害的。我不就是跟师妹走近了一点，他又把我尾巴骨打断，我这才刚好，又咋是这样？兄弟，你这也太惨了，你也太狠了。他不就是犯了点男人都会犯的错吗？连自己男人都不放过，怪不得要讹我们，赶紧让开。不让，不赔钱不能走。哎，小姑娘，你这衣服也没怎么脏，你就别得理不饶人啊。就是啊，既然这么贵，平时就不应该穿着出门，弄脏了还要找别人当冤大头。看到没有，有点破钱有什么了不起？
这还是在寺庙门口，你一点善心都没有。放心，哥们儿，你们走吧，就不给他赔，看他能怎么样。多谢了，兄弟。就是不能走，就是不能走。松开，要不然我就……他的眼神好可怕，他想杀了你。不好意思啊，刚才我电话一直是报警状态，事还没解决呢。你要去哪？你别没事找事儿，再拦我弄死你！哥们儿，警察马上来了，你不用走。他讹诈你是要坐牢的，我给你作证啊！你放开！我现在没时间。不能放过龟山，现在就是好时间。全都住手！把他一块拉走。抓我干什么呀？抓他呀！电话里听着声音就像是你，又有名啊？怎么了？这是干嘛哭啊？是这小姑娘讹人呢，没见这女人哭这么惨吗？就是，一件衣服要人家赔300万来着，赶紧把她抓走吧！快抓走！有钱人真是小气。不是，我是报警。你别狡辩了，那些人就是不想被讹诈才跑，你还死抓着这个女人不放。刚那些人都是些人贩子，他们想要把我拐跑，是这个小姑娘帮了我。哎呀，放开！兄弟啊，刚才就应该听我的，直接把孙子拿下呀！我听你个屁！把他绑了！兄弟，咱不是一伙的吗？你帮我干嘛？兄弟，都这个时候，你还没看清形势呢。绑了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这次你身边倒是没有那个倒霉的小子，本来还以为又会看到他鼻青脸肿。其实在的，他被人贩子抓走了。啊？从那个被拐的妇人那里问出什么消息了吗？他吓到了，说不清楚情况，只知道还有别的人也被抓了起来。要是知道人贩子的窝点就好了。告诉你窝点，我有什么好处？小鸟，人命关天啊！你鸟这么好，就别卖关子了。开个玩笑嘛，好吧。寺庙后山有个屋子，人贩子全在那儿呢。我上香的时候看见那批人从后山过来的，里面应该是他们的藏身地点，我带你们过去。好，我们快走。那只鸟好像从进山以来就一直跟着我们。它是我宠物的小伙伴，能给我们带路的。动物百科全书上有说过鹦鹉识路的吗？哼，我这么聪明、帅气、有型的小鸟，只属于天空，才不是你同伴呢。就是这里了。陈警官，就是这里了。你在这里等着，我们去解决。已经解决了。
这造型好像有点眼熟啊！哎，我知道，你上回看的画本上的画面，这叫做辣手摧花。哎，不对，摧压。孙暖，都是你干了好事，你迟早会遭报应的。哦。跑了个人，你不能走。跑了个人，再把周围翻一遍。这里树林茂密，进了山恐怕很难找到。他逃后肯定会对你心存不满，不过你放心，这几天我们会找人保护你。我这个死神体质，幸好和爸妈他们分开走了，不然他们得天天跟着我受惊吓。谢谢你啦，下次再见。诸位英雄好汉，高抬贵手，手下留情啊！听陈队长说，你今天又遇到犯罪现场了。咱们怎么每次都这么倒霉啊？暖暖，妈妈特别担心你。要不，你以后都别出门了。今天的事儿你们都听说了。哎，陈队长派了人保护我，我这不是没事吗？对了吧，你和陈队长是怎么联系上的？你哥上次加了他的联系方式啊。大哥还是过于靠谱了，让我都没有秘密。断人钱财如同杀人父母，神贩子很可怕的。哥不放心，我呀已经和爸妈商量了一下，咱家公司正好还缺个人，不如你就去公司上班吧，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，总不能再出事吧。我不同意。哎呀哥，家里有你一个聪明人赚钱就够了，我都还没玩够呢。没得商量。哥，爸妈。算了，你妹妹还小，给她笔钱，让她先投资这几个公司玩玩，也算啊在咱们眼皮底下了。嘿，谢谢爸，我这就去选美。选项目。我一个富二代，差一点就过上牛马的生活。开始吧。石大小姐，我的创意项目叫做空气情绪调味剂，什么快乐空气喷雾、悲伤空气胶囊，只要那么喷上一喷，你喜欢的、讨厌的情绪都在你的控制。这个好，遇到讨厌的可以哭个海枯石烂。我投了。下一个。未来我要做一个梦境共享直播平台，用户可以通过佩戴特殊头盔，把自己的梦境实时播出去，这样其他用户也能感同身受了。这个有意思，可以。再下一个。最后一位。萧云，怎么是你？要不是钱花完了，工作室马上要破产，我也不会来这儿。暖暖，你不是在找项目投资吗？刚好我工作室项目缺点资金，你投资别人还不如投我，毕竟你知道我的能力，我的项目很好的，你之前也看过。几天不见，你脸皮更厚了。暖暖，你怎么这样说话？我们好歹男女朋友一场，看在我们之前情面上。就是跟你这种人在一起过，我才知道你的项目有多烂。以前的我喜欢你，可以不介意你胸无点墨异想天开，现在
还想让我当冤大头，给你当慈善机构呢？你说我的项目烂？不然呢？你还期待我夸你文采斐然？项目堪比旷世神作，能让我赚得盆满钵满？孙娜，你别太过分了，仗着自己家里有点钱就目中无人。你以为没了你的投资我就不行了？等我东山再起，我一定把你和你哥摁在地上。书里原主对他好，他也还是让原主家破人亡。滚！阿暖，我闻到了上次那个人贩子的气味，他现在就在门外。现在跑已经来不及了，快给陈队打电话。陈队长，救命救命！那个人贩子现在就在我办公室门口。我在楼下，马上上去，你拖住他。孙娜，你会后悔的，我一定要搞死你！哎，等等，你反悔了？其实我刚才想了一下，你也挺好的。上次在静安寺，我们配合的不也挺好的吗？什么配合？抓人贩子呀！还是你以身涉险，找到了他们藏身的地点，你简直就是个大英雄。他这是误以为是我捣毁人贩子窝点了。嗨，这是身为公民应尽的义务。那投资的事情？哎呀，投资的事不着急，这个之后再细谈。哦。哎呀，先别着急公事嘛，我最喜欢你这样的人了。像现在的社会上，很少有你这么正义感的人了。哼，我就知道，其实你还是喜欢我的。所以之前对我那样，原来是在欲擒故纵啊！好啊，原来你们都是一伙的，死去吧！原来你们都是一伙的！兄弟，你误会了，你听我解释。道貌岸然的狗东西，又想骗我是不是？你这……为什么又是我呀？你后面想拖延时间，我才不信呢！我住手！放开我！都跟你说了，后面有人嘛！臭女人，我杀了你！杀了你！老师你带口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哟。谢谢啊，多亏了陈队长在楼下安排了人，才能来得这么及时。又见面了，警察同志，孙总，都是他把我害成这样的，你得替我做主啊！怎么说话呢？你这是为国家除害，刚才你不还挺骄傲的吗？孙总，你就是故意的！你等着，你动作再起，我一定说到做到。看着吧。陈队面前我能干什么？你今天啊立了大功一件，应该高兴才是啊，是吧，陈队？肖同志，这次制服歹徒，辛苦了。来，送他去医院。送他去医院。不用，我自己去。萧云，下次有空再来找我立功哦。孙娜，你确定不加入我们，做个编外人员？以我这种柯南体质，一出门就遇到事儿，往后得罪的人只会更多。而且，如果有个编外身份，萧云会不会忌惮一点？我加入。好无聊，好无聊。爸妈，你们都把我关家里好多天了，再不出门，我就要发霉了。你啊，在公司都能遇到刺杀，还想去哪儿？你哥说的对，你就给我在家好好待着，哪儿都不许去。
穿成个不能出门的富二代，有钱也没处花。过2天啊，我约了你林叔叔去钓鱼，要不一起去啊？渔场总不能出事吧？我也能看着你。好啊，渔场人多，又不是野钓，按理说应该没事。哼，能出去就行，大不了我不钓。哼。哎呦，哎，好。爸，林叔，你们在这好一会儿了，还没钓到鱼？哎，暖丫头啊，刚刚我这儿啊钩上了一条非常大的鱼，估摸着有半个你这么大，我都看见鱼影了。结果那鱼忒猛，把钩子都拉爆了。真的？这地方有这么大鱼啊？那当然了。哎，你咋没带装备过来啊？我听你爸说你特喜欢钓鱼的。这丫头怕出事儿。对啊，我就是看看，不钓。哎呦喂，能出什么事儿啊？来吧来吧啊，我这还有备用渔具，一起吧。不了，我真就看看。哎，来都来了，怎么能就看看呢？过来吧啊，钓一会儿。过来吧啊，钓一会儿，就钓一会儿。那就钓一会儿。就一会儿。好。私人渔场肯定没问题。哎呀，阿暖有状况。哪里？哪里？什么状况？是人民吗？不是，是有个人一直在盯着我们这里。啊，他就在进门那边。唉，没有死人就行。哎，就是他，好讨厌的味道。乖，他不招惹咱们，咱们无视就行。哼，他怎么在那个位置钓鱼？不行，我得把他赶走。小美女，一个人吗？流里流气，油腻的花花公子。要不要哥陪呀？不要。哎呀，这都吓不跑他。哟，小美女，你还养了条畸形蛇呀？这个太丑了。要不跟着哥给你弄点有意思的。哼，阿暖，他骂我，还要欺负你，我要咬他。小美女，你蛇怎么还有人啊？该不会……阿暖，有奇怪的味道。爸，报警！报警？钓鱼报什么警？那个，说来话长，总之赶紧通知警察来。你们不能报警！哎，这里是私人渔场，你们叫警察来干什么？这样会扰乱我们做生意的。坏人，闭嘴！小畜生，滚开！快滚开！呸！阿暖香香，男人臭臭！这畜生是谁的？为什么咬我儿子？老钱，你应该问问你儿子干了什么。我刚刚好好在这钓鱼，他突然出现调戏我，还挑衅我的宠物，所以才会咬他。不过我看他身上也没伤口。没伤口啊？我就吓吓他，让他欺负蛇。不能让他们在这待下去，等东西调上来，肯定会暴露的。爸，刚才他们还要报警呢，警察来了，咱们渔场还怎么经营？你快把他们赶出去吧。什么？你们还报警了？那是因为我钓到了东西，先帮我把东西拉上来，你们看看就知道了。不能让他们拉上来，得阻止他们。对了，让他下水，他们肯定不会再继续。阿暖，这个人类要推你下水！
哎呀，哎，你个贱人，你敢躲开？你敢推，我干嘛不敢躲？你当我傻瓜啊？谢谢赤穗，真聪明啊！我还以为你要中招了呢。有你在，怎么可能？爸，把他们赶走，快把他们赶走！我不想见到这个女人在我们家的渔场出现，你快人把他们都赶出去啊！你疯了吗你？竟然想推人下水！小姑娘，对不起啊，我儿子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现在就带他走。今天你们钓鱼全部免费。爸，我可是你亲儿子，你竟然为了他们打我！我打的就是你！你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吗？他们可是顶级名流圈的富商，得罪了他们，我们这渔场还开不开了？我不管，今天他们必须走！你这么怕我们在这儿，不会是担心这下面的东西吧？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既然如此，那你肯定也不介意我们把他拉上来喽？爸，能起钩了吗？1分钟搞定。哼，那就起钩。用力，哎，慢慢来，然后，来，哎呀，这味儿，什么呀？这是臭啊！你们钓的东西就这个呀？哎，竟然什么都没有啊？难道是我闻错了？死女人，我记得你刚才报警了吧？这里什么都没找到，你就是报假警，等警察来了，看你怎么办。暖暖，怎么回事？是不是真的弄错了？先别慌，要是真弄错了，警察来了，我们好好解释就是了。安暖，湖底还有东西，我没有闻错。那人民就是在网兜下面靠这根绳吊着。爸，林叔，你们再帮我个忙，把这网兜捞上。好，来，哦，你们在干什么？谁准你们在动手的？我花的钱，我包的渔场，我钓上钩的鱼拉上来，有什么不可以？你想清楚了，报假警可是犯罪，你要是放不出东西，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若是有呢？使劲儿，警察同志，这里有人伪造恐怖信息，报假警，你们快把他抓起来！哎呀，拉上来了。这是什么？无关人员退后。是神秘碎片。怎么样5个脑袋，都是女性。是不是你？刚刚你就不让我下水捞东西，你肯定知道下面有什么。不可能！我儿子平时虽然吊儿郎当了些，但是为人还算正直，他绝对不可能干出这种事儿的。你们肯定是搞错了。赤穗，有证据吗？开另一个行李箱看看。陈队，另一只行李箱里面是什么？安暖，我喜欢这个箱子。只听过赤穗讨厌的，还没听过喜欢的。难道说……陈队，是一箱黄金。是黄金。用黄金压重量沉尸，这真够奢侈的啊！别说赤穗喜欢了，这个谁不喜欢？这上面图案好像有点奇怪啊！哦，我知道这是什么，这不就是五行啊？长官，你看，木、水、火、土加上黄金，那不就是五行八卦？近来，京市连续失踪5名女性，找到尸体时，头颅却不翼而飞。经过我们查证，她们之间并无关联，只是均为同一年出生。而第一位死者属金，死亡时
手里攥着一块小黄鱼，其他死者以此类推。你是说这箱子里就是那些失踪的女性？不止，他们还有唯一共同点，就是失踪前都谈了一个很有钱的男朋友。你们看我干什么？人不是我杀的，不是我。你现在有重大嫌疑，我们需要带你回去接受调查。警察同志，不是这样的，我儿子不可能杀人，你们不能带他走啊！我们只是例行询问，如果凶手不是，我们自然放过。是我杀的又怎样？他们都是拜金女，所以我才杀了他们。他们死有余辜，死有余辜！带走。咸鱼怎么突然就承认了？有点奇怪。儿子，老钱，哎呀，怎么回事？来，先进来，先进来。还真是哪儿都能碰上，你也是天选。凑巧，凑巧。这个案子我们查了很久，一点头绪都没有。你刚入编就帮我们解决了大案，不错不错。对啊，咸鱼哪怕承认了杀人，那搞玄学弄个5行杀人却没解释。赤水，监视渔场的任务就交给你了。包在我身上。阿暖，有大消息！都查到什么了？就在刚才，我看见渔场老板进了房间，他在里面放了件佛龛，还念叨着对不起儿子，让儿子替他顶了罪。具体的都在录像里。还有他现在正在打包行李，要跑路了。走，找陈队去。你这录像哪里来的？那个，我有我的办法。我知道这个视频虽然能说明前北国有很大嫌疑，但不能作为证据。不过，至少可以以他儿子是嫌疑人，需要他配合调查，将他扣下。等他跑了，就来不及了。钱老板，你们怎么在这儿？钱老板，这么晚拿着行李箱是要去哪儿啊？我有一笔生意需要出一趟国，我现在就要出发。钱先生，有关渔场的案子，我们警方需要再跟您了解一些情况，您暂时不能离开，请配合我们调查。我又不是犯人，你们没有权利扣押我。你不能走！你们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倒是舍得你儿子替你顶罪，你自己逃跑。你胡说八道，污蔑我，我可以告你。有本事你们就直接拿出证据来，否则就站在这儿好好送我离开。阿暖，证据在他行李箱里。你松开，不许动我的东西！放下！这本书里写的5行杀人可长生的作案手法，跟你渔场发生的命案如出一辙。钱北国，你就是凶手！你爸，你怎么会被抓进来啊？他本来都收拾行李准备跑了。你个废物！都怪你！既然你都帮我抛尸，为什么就不能抛远点，非要让这群废物发现？你怎么知道我帮你抛了尸？谁让你们4个贪财，看到钱就愿意跟我回家，
只要按照五行杀人即可长生的法子，我就不会死，我的癌症就能痊愈。埋得太浅了，一下就会被冲出来。我爸杀人的事不能被人发现。偷去渔场，对，那些大鱼会把它们吃掉。有这个臭小子替我抛尸，到时万一杀人的事情暴露出来，他也一定会替我顶罪。你怎么这么蠢，竟然把他们藏到鱼塘？那里人来人往，你为什么不扔到湖里去？爸，你在知道我替你抛了尸，又替你顶罪的时候，你想到的只有抛下我逃跑吗？原来我一直都是被你放弃的那个。大人走吧。替他人顶罪也是犯法，是包庇罪，你不知道吗？我知道。你知道还替他顶罪？因为太想得到他的认可了吧？我到底哪里对不起你？你为什么要在外面找女人，还跟他生了孩子？我找女人怎么了？你不看看你，整天连个女人样子都没有。爱过，不爱过离婚。离婚就离婚。你找你妈妈就别回来了。妈妈！那个黄脸婆跳楼死了，以后咱们一家三口就可以住在一起了。太好了！爸爸，我饿。一边去，等我们吃完你吃剩下的。吃吧。于是小熊来到窗边，晚安月亮，然后拉上窗帘。现在屋里终于没有了光线，很适合睡觉。从小到大，为了能让他多看我一眼，我一直努力在他面前讨好卖乖。我知道这么做不对，但只要想到可能得到他的夸奖，我就会下意识去做。没想到表面温情的父亲，背后竟然是这种人。多行不义必自毙。他得了癌症，没几年可活，倒是可怜了他儿子。哎，对了，你一开始是怎么察觉到有问题的是钱北国？我就是想到，我一个富二代都没那么多钱买金子，钱宇怎么可能会有？那钱肯定是他爸的。你倒是聪明。那既然人已经送到了，我就先走了。怎么感觉少了点什么？少了那个倒霉又长得丑的人。对哦，萧雨，每次出事都有他，这次他不在，让人心里怪慌。不行，我得查清楚他在干什么。我总不能直接给萧云打电话，问他怎么不来纠缠我了吧？孙暖，我是安文书。安文书，看在你上次宴会上提醒我渣男的份上，告诉你一个消息，我听说萧云在隔壁省拉到了投资，现在混得风生水起，他到处败坏你们隋家的声誉，你哥都损失了好几个大单啊。难怪大哥最近心情不好，天天皱皱。
不愧是书里的男主，自带主角光环。我得去看看，不能让萧云做大做强。赤髓，咱们今天换个城市，给你呀也换换口味。好呀好呀，有新品种鱼类吃喽！自打离开有水暖的地方，我的运气又回来了。哼，这个月第3个大单了，等我签了它，然后好好庆祝庆祝。水暖哟，这才多久没见，就成结巴了？身体还好吧？那儿也挺好。我不跟你这个瘟神说话，你不给我找事儿，我就烧烤香了。啊？我刚出1-2天，可别沾了他的晦气。可我就算什么都不做，你也一样没啊？怎么可能？谁呀？救我！孙总，我就知道李家军准备好这儿。这酒店里也能发生这种事儿？喂，110吗？想逃？孙子，你自己问声父亲，别祸害我呀！我就1条命，对不起你折腾。人救了你，往死里折腾我家的手，也没见你手下留情。哼，可是你和我是目击证人，得留下录口供的。你看，警察来了。快，带走！报警人水暖。啊，我是吉州市刑警支队队长秦青。对，是我。我是外省过来旅游的，刚要进酒店，就看见。你们两个什么关系啊？啊，我们俩之前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有情感纠纷啊？笔录做完了吗？好，那你们可以走了。有什么需要，我到时候打电话找你们。好。说对。喂，小总，抱歉，之前跟你说的合作，由于你迟到了10分钟，我们已经有了新的人选，你可以不用来了。水暖，水暖，这城市不欢迎你，该走。这车是你家的呀，你要我走我就走啊！你不觉得自己很任性吗？你不走，我走。啊，不是说最近混的挺风生水起的吗？怎么就开这车呀？像你这样的霸总，至少得配个保时捷才行啊！我这车怎么了？经济实用。你以为都像你一样，非要开豪车才行？又丑又硬。特别是那个什么七老子的大 G。你刚才说什么呢？再给我说一遍。大姐，不是，大哥，我什么都没说。我都听见了，你说我的车是基佬子。阿暖，有奇怪的味道哦。不是吧？刚刚才碰到了一个，这么快又来了？哎，大哥，我看你这车就挺好看的呀。他呀说你这车难看，那是他没眼光。这么时髦又霸气的大 G 很少见的，他呀求都求。还是姐妹有眼光。哼，土包子，一身子穷酸味儿，我一个方向盘就够买你那辆破车钱了。你们两个天人太正。阿暖，有血腥吗？我怎么没闻到？
哎，大哥，我能摸摸你这车身吗？当然可以。车子能闻到具体位置吗？在后备箱。我。不行，不行！喂，110吗？你们耍我，王八蛋！给老子滚开！你不能走！老三，明明躺在后备箱的是他，为什么还能还是我呀？又见面了，看来缘分还挺深的。哎，咱俩一会儿把笔录做去，往尸体间抬走。收队。我都不找你要投资了，你还跟着我干嘛呀？我得看着你，免得你干坏事啊。那我现在去医院，可以不跟着我了吧？你怎么避嫌恋爱脑还要粘人啊？哦，去医院？去医院总不能坑我哥，先放他一马。那行，下次再见啊。谁要跟你再见？妈，你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呀？暖暖，你怎么旅游都不拍照片啊？连个朋友圈都没有，妈妈好想你呀。对哦，我是以旅游的名义出来的，得给他们报备行踪，省得爸妈哥哥担心。妈，我明早去爬山，到时候啊给你拍照片。好，那你出门在外一定要注意安全啊。这回我光爬山不钓鱼，应该遇不到倒霉事了吧？那不一定。是死。没错哦，是熟悉的味道。哼，等会儿让我狠狠报个警。喂，110吗？阿暖，我们不上去办了他吗？这里人生地不熟的，胡乱上去难免坏事。你一条蛇，大声说话他也听不见，突然那么小声干嘛？对，都是跟阿暖学坏了。他不见了。没有。哎，他要逃跑！打算跑去哪儿？你是谁？为什么会在这儿？那个，你要自首，还能判得轻点。自首？我把他当兄弟，他欠钱不还，还叫嚣借钱才是大爷。他仗着自己有权有势，逼我下跪，我一气之下才动手的。我有什么错？但是杀人就要付出代价。秦队，又是你啊？那这个人交给你，我就先走了。哦，这有我什么事儿啊？跟我们回队里一趟。他怎么在这儿？你说呢？还不是因为跟你认识？你一有什么事就把我叫来，我这枪刚包好。秦队，你早就该把他抓来了。我就说他这人肯定有问题。萧云，你还真是狗仗人势，借着机会就想污蔑我。我这是实话实说。哎，肃静，老实交代吧。一进西周，连续3起命案，你说是巧合，也没人敢信的吧？可能真是巧合，
不信你去问问。哎，秦队，这事儿你找我就对了，我最了解他了。之前在京市，在他身边发生了很多类似的案子。说他是衰神嘛，那都是便宜他了，简直就是扫把星。也就是说，你以前还有很多这样的案子？没错，只要他在，什么命案啊、拐卖啊，还有那些更恶心的案子，你上网一搜，全都是。要我看，他就是幕后主使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最近挺火的吧？到处都是关于你的讨论。我看啊，你就是想借着案子吸引注意力，从而满足你的虚荣心。萧雨，你胡说什么？过去你编排我的私生活，我也只是给你一点教训。现在你还想污蔑我杀人，到底安的什么心？秦队，不管你信不信，但是真的都是巧合。这些案子都有你的身影，如果你没有证据能证明你的清白的话，我有权利扣留你48个小时。有人能证明我的清白？哟，你这体质还真是与警局有缘呢。我刚好在附近办事，你一打电话我就过来了。秦队，我们聊聊。没想到能给你证明的是陈队啊。啊，总算可以沉冤昭雪了。依我看，你是完了。萧云，你别没完没了，趁我现在没发火，你就少惹我，不然我就天天拉你去钓鱼。我可听说了，秦队最讨厌走后门的人，你这时候把陈队搬出来了，根本就是在触碰他的底线。内心脏的人看谁都脏。萧云，你自己心术不正，就觉得全世界都在走后门。我不过是请陈队长帮我澄清真相。碍你眼了？说你先了？还是你心里不平衡，觉得自己没个能帮你托底的人？碎嘴！怎么，被我戳中心事，恼羞成怒了？孙总，你别得意太早，秦队一会儿来收拾你。我看不见得吧。在京市，你们隋家可以一手遮天，这是西周，他们可没办法帮你圆滑。最近你好像跟陈队长私交甚密吧？不会他有参与吧？萧云，你嘴巴放干净点，陈队长为人正直，容不得你诋毁。哼，诋不诋毁的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你马上要被秦队收拾喽。秦队，你可算来了。孙子，他跟多起重大案子有关，而且还在你眼皮底下走关系，你可千万不要轻易放过他。孙楠同志真的很厉害，我很欣赏你啊。秦队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刚刚孙楠他还……小云啊，你们两个有感情纠葛我管不着，但是你随意污蔑他人，情节严重，这是要判刑的啊！我告诉你，要是觉得自己过得太顺了啊，需要点刺激。陈队跟你解释清楚了？何止啊，孙楠同志，而且我有事情要请你帮助我。最近我们这里有一个孩童失踪案，目前确定的是孩子已经死亡，但是一直找不到尸体，形成不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。所以你们想借我的柯南体质帮你们找尸体？这个案子性质特别恶劣，所以需要你的帮助。可是我这体质也不是我能控制的呀。你就试一试，不行也没关系，万一行了呢？他怎么就不信呢？那要不我们去钓鱼，那个找到尸体的概率最高。这里呢是距离犯罪嫌疑人附近所有适合钓鱼的地方，你看一下。就这里吧，选个最远的地方，
也正好破一下我钓鱼具有命案的诅咒。好。哼！啊，秦队，你别被他骗了呀！他就算不是凶手，那是个倒霉蛋，怎么可能是什么柯南体质啊？我还真不信了，他真的找到尸体了，我也去看看。装什么柯南啊？都这么久了，屋里一点动静都没有，我就说你吹牛吧。有你什么事儿？再说了，这么盯着我，别说尸体了，鱼也钓不出来一个吧？我真是怕你招摇撞骗。阿暖，来喽！不会吧？又是箱子，而且这味道肯定就是了。哪有那么巧的事啊？就算柯南来了，同样的地图也不可能百发百中，说不定是别的东西啊。就是说呢，我都选这么远的地方了，怎么还有东西？我以后还怎么钓鱼啊？孙子，你别得意，我还不信了，我倒要看看。快带走！我去打电话。孙子，你有没有这么衰啊？你是不是想故意给我留下阴影啊？啊！我让你来的，我让你看呢。你倒打一耙的本事真是越来越炉火纯青了。孙暖，这次真的要谢谢你了。不用，我也没想到真的能钓到。秦队，你不会真信他了吧？这就是个巧合，一个杀人凶手肯定挑选离自己最远的，他是计算好的，故弄玄虚。那我更得感谢一下随暖了，有这么聪明的脑子，而且还能尸体定位，这简直就是定位神器啊！随暖，你要不加入我们警队吧？哎，不想。秦队，你这么撬墙脚不好吧？有什么不好的？人才就是靠抢的，是不是？而且啊，一个好的故事开始总得有人主动。那我就是想要他，没什么不好说的，你说是不是，随暖？我已经加入陈队了，秦队您说晚了。我能开出比他更丰厚的条件，陈队说的我们都能做到，而且还能给你准备京市没有的专属西周的秘密装备。真的？随暖同志，你先答应我的，可不能叛变啊！哎呀，陈队，都什么年代了，你总要给人家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嘛。哎，陈队，逗你呢，我呀可没有换新城市的打算。没希望。哎，也不是没有希望吧。听说你们局里的外派车空置，我们缺车，你们缺人，互相借道一下，也不是不可以。哈哈，你是早就盯上我们那几辆车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聊聊。真是你早说嘛！不就是个破超霉运的吗？有什么好抢？小心给自己烧了霉运啊！你这羡慕嫉妒恨的嘴脸，就算现在混得风生水起，以后啊，我看你也没什么出息。哎，对了，你这次该不会是又靠出卖那儿爬起来的吧？你胡说什么？我是靠我自己。我才不信。湘云，
你在这里干什么？那个女人是谁？还不快给我滚过来！哦，这就是你说的靠自己啊。娇娇，你怎么来了？也不提前和我说一声啊。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，要不是我在你手机里安了定位，我都不知道你在外面和别的女人卿卿我我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再敢勾引我男朋友，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娇娇，唐娇娇，男主的另一个后宫，怪不得他发展的如此迅速，原来是攀上了首富的女儿。我可没兴趣对一个私生活不检点的男人献殷勤，但是你啊，我劝你呢，少跟这种可男可女的男人来往，免得呀被他传染什么疾病。孙子，你胡说什么呢？娇娇，他就是因为被我甩了，因爱生恨，故意挑拨我们的感情。我保证，我没有对不起你。原来是这样啊！谁让我长得比你好看，身材又没我好，萧云甩了你，那是理所应当。这么自恋的傻白甜，难怪被萧云耍得团团转。佛曰不渡蠢人。既然你这么喜欢，那就留给你吧。毕竟啊，不是所有人都把你的心肝当宝贝的。像他这样又丑又渣的，你可千万藏住喽。站住！怎么，留给你你还不高兴啊？还是说你也觉得他不配了？随暖，你自己没人要，就嫉妒我和娇娇，你就是个疯子。疯子总比瞎子好。倒是你啊，小心被人卖了，还要帮着数钱。你敢诅咒我？你给我等着！你在西周，我不会让你好过的。走。我最重要的钓鱼事业，难道因为这倒霉的体质终身让步了吗？好凄惨啊！也不是吧，今天不就是因公钓鱼？而且啊，就算你不钓，那些尸体和命案也都是真实存在的，你反倒啊还他们真相了呢。说的有道理。曲随，你果然是我最好的搭档。嘿嘿，那当然了。我去开门。这次都会开门了？那当然了，我可是最聪明的蛇蛇。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听陈队说，你又惹事了。我知道体质使然吗？我今天正好过来谈笔生意，爸妈不放心，让我来看着你，我就住隔壁，免得你今晚出事没有人照应。还是哥哥最好了。哥，怎么了？跟唐氏集团有个合作，10点的会议，你跟我去吧。啊，哥，我最讨厌工作场合了。爸妈说了，让我看着你，走吧。好吧。随暖，哼，你还敢找上门来？啊，都姓唐，我怎么没想到他们是一家人啊？昨天刚吵过一架，哥，我对不起你。早知道你是跟他们公司谈生意，我就口下留情，不那么狠了。真是现世报啊，随暖，这么快你就落到了娇娇手里。唐总，就是这个女人欺负娇娇，你一定要报仇啊！你敢欺负我的女儿？他不仅骂我，还诅咒我。您要是跟他们合作，这女儿的脸还往哪搁呀？伯父，这个随暖目中无人，根本没把您放在眼里，你可得好好教训教训他。你们少在这颠倒黑白，明明是你们找我茬在先，我不过是正常回击。爸，你听见了吗？他现在还不知悔改。随总，我看这合作就没必要再谈下去了吧？随暖，我跟你说过，不要惹我。现在倒好，合作没了，我看你怎么跟你哥交代。一份合作而已，
不谈也罢了。你什么意思？这合作难道你不想要了吗？生意哪有妹妹重要啊？再说了，我在外面这么努力赚钱，不就是为了家人不受委屈，岂能本末倒置？哥，暖暖，没事的。好，你不要是吧？有的是人要。对，爸，你不是刚给萧云的项目投了3000万吗？那不如把和隋氏集团的合作也交给他吧，这样一来你也省了不少心力。对啊，唐总，交给我，您绝对放心的。唐总，这是我们公司新聘的财务经理，我刚高薪挖来的。您不是要跟我们公司谈2轮投资的事情吗？等会儿啊，让他跟你好好聊一下。呵呵呵，这么年轻，后生可畏呀！这个男人刚才就在这儿了，怎么一点也没注意到他的存在呢？孙暖，你不是一直瞧不起我吗？现在我马上就要一飞冲天，飞黄腾达了，倒是你连份合作都拿不下来，丢人！当了几天赘婿，真当自己厉害了。唐总，提醒你一句，萧云这种人，在经世的时候就勾男搭女的，小心被骗哦。你闭嘴！我看你就是嫉妒我。娇娇，我们不跟他一般见识。唐总，我们去沙发那边聊吧。相信您听了我们财务对未来前景的资产预估，您肯定会满意的。阿暖，那个财务有问题哦。还真是冤家路窄，想什么来什么。什么问题？他身上血腥味好浓，有面的。最近西周未结的案子都在这儿了。那个犯罪嫌疑人呢，我打包发你手机里。我觉得你这体质啊，不仅仅是招尸体，说不定啊，还能招犯罪嫌疑人呢。哪有那么巧的事儿啊？唉，人还是不能太自信，否则容易被打脸。我来看看他之前都干了什么：转移公司财产未遂，杀了老板，那现在是重蹈覆辙，就应该让他们被骗走钱。真不想提醒他，可惜我现在是警队的编外人员，看到通缉犯就要优先抓犯人。暖暖，你怎么了？哥，麻烦去包个饺。又来？等我。唐老先生，要不你们直接在这儿聊2轮投资，让我也学习一下，不能让这个通缉犯离开我的视线。孙暖，你现在是后悔了？可惜，晚了。你但凡硬气点，我还看得起你。现在嘛，自取其辱。快拦住他，别让他跑了，他是通缉犯。抓他！别跑，站住！发生了什么事情啊？唐总，他的财务都跑了，你还看不出来是什么意思吗？你说什么？那是我亲自邀请，花重金请来的人才，怎么可能有问题？孙暖，一定是你嫉妒，存心跟我作对，是不是？你少给自己脸上贴金了。一个杀了老板未遂潜逃的杀人犯，你都分不清楚，还需要我嫉妒啊？你撒谎！孙暖，你是为了让唐总跟你们隋氏集团合作，所以才整这一出，还真是煞费苦心啊！原来你是存心挑拨离间。萧云怎么样，我清楚得很。你再怎么诋毁，我爸也不可能改变主意的。
证据都摆在面前，你还要嘴硬？好啊，你不相信是吧？他呢是个经济罪犯，肯定会转走公司账户资金。你敢查萧云的账目？查！唐总，你别听他胡说，自己走是不可能有问题。既然你这么自信，那就查。好，我现在就查。如果资金正常，孙娜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。萧云，你怎么了？资金全没了。唉，唐总，您真是找了一个好女婿。萧云，我是看在娇娇的面子上，才给你投资了3000万，就是要看你的能力。你可真是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唐总，我也不知道他是那样的人啊。就是啊，爸，你干嘛怪他？萧云也是被骗的，他也是受害者。你还敢说？我之前给你挑的富豪未婚夫你不要，你自己挑了一个没用的废物。唐总，您再给我3000万，我保证半年，不，3个月，我一定翻倍啊！蠢货，滚开！爸，你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吧，他只是一时糊涂，而且他对我很好的。住嘴！都是我平时太纵容你了，才会让你识人不清。你现在给我马上滚回家去闭门思过，没有我的允许不许出来，否则我就没有你这个女儿。爸，娇娇，你等等我，娇娇，娇娇。孙小姐，今天幸亏有你，才让我见识了这个渣男的真面目。之前我们谈的合作，我愿意让利1个点。我看不必了吧。隋总，今天是我对不住你们，我已经同意让利1个点，算是道歉了。将来我们合作的机会还有很多嘛。哥，有钱不赚是傻子，而且多赚他们的钱，才算没浪费刚才受的委屈啊。行，那就听暖暖的。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总算没有白来。对了，哥，那个通缉犯抓到了吗？他跑了，陈队和秦队目前还没有找到他的下落。不过，他挪走的那3000万还没有转到境外。所以他这次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怎么总觉得有种不好的预感呢？他不会要报复我吧？走吧。谁？安暖，是你哥的戏啊？是我。大哥，你怎么起这么早？是有什么消息了吗？唐娇娇死了。是那个逃犯？是萧云。什么？昨天晚上，萧云为了投资，又跑去求唐娇娇，但因为唐父施压，唐娇娇一口回绝了萧云的请求。萧云一怒之下动了刀子，现在已经潜逃了。没想到唐娇娇会是这样的结局。好像自从我来到这本书里，所有原定走向都变了。这里不安全，你抓紧收拾行李，我们回京师。可是我这次来就是为了阻止萧云东山再起，他一天没抓到，就还有可能让隋家家破人亡。没有可是，爸妈都很担心你，先收拾行李，待会儿我来接你。要是临走前能把萧云送进监狱就好了。我来帮你啊。
嘿，小鸟，你来啦！我刚才在山里看见那个丑男人了，我就是来找你跟你八卦他有多惨的。你要找他吗？我带你去。好，我现在就去通知陈队和秦队。孙兰，他真的能带我们找到小云吗？他能，你也被他带过路啊？行。该死的臭女人，害我刚转移了资金就被冻结，都没来得及转移到国外，还暴露了行踪，现在连国都出不去，我一定要杀了你！快点，快点！快点，快点，就是前面了。陈队、秦队在那里，过去抓他！上！少尉，来人，来了呢。可算把你抓到了，这回看你往哪跑！孙总，都怪你，都怪你！要不是你查出财务有问题，曹总也不会吃我的字，我也不会失手杀了娇娇。我恨你！人心不足蛇吞象，怪就怪自己没那个实力，却贪欲太深。走吧，跟我们回队里交代。老板，危险！为什么这倒霉的全是我呀！抓住他！妈妈，听远远的戏台，鼓琴声声来。谢谢爸爸。茶香缓缓开，妈妈。云卷来，儿时花海青苔，暖暖的对白。妈，慢的哥，我都还小，谈什么恋爱？再说，男人有什么用？有了你们就够了。我要一直陪着爸妈。好，好，好！我的宝贝女儿啊，是人间清醒，不会为了男人要死要活的。这样啊，爸爸更高兴。浅浅愁滋味，深深。听远远的怎么回事？我怎么从自己身体里出来了？茶香缓缓开，云卷来，儿时花海青苔，暖暖的对白，慢慢的徘救了徊。我喜欢你，你做我的男朋友。月光攀上来，思念汇入怀，将故乡点彩。小姐，你没事吧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我们联系你的家人。这是哪儿？快，准备肾上腺素，随时准备心肺复苏。暖暖，醒醒啊！原来我不是传说，妈妈叫你，我就是书中人。是那场车祸让我的部分灵魂到了另一个世界。书中的我因为少了魂魄才会变笨，成了恋爱脑。传书是因为我回到了自己本该在的世界。暖暖，
你都已经睡了3天了，这还要多久才能醒来啊？妹妹，是哥哥没有照顾好你，哥哥应该一直陪在你身边的。暖暖，你快醒醒吧，老爸好想你。安暖，小鸟儿都去寻找它的新征途了，你再不醒来，我也要走了。蛇身一个蛇好孤单的。安暖醒了。赤嘴，我知道你也很担心暖暖，但是爸妈，妹妹真的醒了。哎呀，你有没有哪里感觉不舒服啊？暖暖，你需要什么？你跟爸说，爸去给你拿。妹妹，你还记得我们吗？慢点，慢点。爸妈，哥哥，我好想你。你是不是都想起来了？对，都想起来了。在那场车祸中，我去了另外一个世界，那里没有亲人，没有记忆。我终于回来了。我就知道有一天你一定会回来的。听见心中的回声，在每个日复一日。知道为什么看着他们，我总感觉好亲切。小姑娘，既来之则安之，此心安处是故乡。我们走着走着，总会遇见懂自己的人。对了，萧云怎么样了？他没杀成我，被判刑了吗？他呀，在杀你的时候啊，被那个通缉犯开枪误杀了。我们趁机也就抓住了通缉犯。这以后啊，再也没有人找你麻烦了。而且啊，你都成我们警局的红人了。他们都怎么夸我的呀？是不是说我英勇无畏，智勇双全，一人可以敌千军万马？哎呀，孙暖，像你这样的人才呢，也不能只是我们京师独占。所以呢，该不会是这样啊？顺林市公安局听说了你的英勇事迹，想把你接过去帮个忙。又拿我换了什么回来？什么换？那叫借调。我从顺林市呢，借调了一些有关于破案的先进机器，怎么样？去不去？就当旅游了，一切差旅费用全包。哎，我们隋家不差钱儿，我不同意啊！爸妈，哥哥，我这个体质，反正在哪儿都危险，不如跟警察叔叔一起更安全。赤嘴，我好了，走吧。あなたと出会い、時は流れる、思いを込めた手紙も増え。在岁月长河中，无数罪恶如暗礁潜伏，需有人化作持续的探寻者，掘开层层虚妄，让恶行护于阳光之下，为死者明镜不白之约。